美国之所以打台湾牌，是因为台湾尚未统一。当台湾统一之后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，美国的这张牌也就没得打了，什么模式也都没用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包明。这就是话题，我们说一说外交反独面临难局，只有统一才能从根本上破解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外交战线上的反独促统工作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局面，情况非常复杂，斗争异常的激烈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，原因就在于美国为了打压中国，从战略上延缓中国的崛起，大打台湾牌。而台湾岛内则有一大帮台独分子铁了心要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，为虎作伥，里应外合，配合美国打台湾牌。观察美国在国际上打台湾牌的手法，主要有3种模式：一是物色一个中国的建交国，唆使它升级与中国台湾的关系，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；第二种模式是所罗门群岛的模式，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怂恿反华势力起来闹事儿，破坏这个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。这次所罗门群岛发生的暴乱，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总理在2019年与台湾当局断交，并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，这个引发了美国和台湾当局的记恨。于是他们在背后散布谣言，教唆反对势力，制造暴乱，试图逼迫总理下台。这次暴乱让所罗门群岛损失惨重，首都有一半都被烧毁了，而这个国家的华人社区是遭受了暴乱的重灾区，许多华人店铺惨遭洗劫和焚毁。可见外交战线上的反独斗争是多么的残酷，那也是要经历血与火的。另外，美国还在捷克、法国这些国家寻找支持台独的势力，怂恿他们挑衅一中政策，目的除了恶心中国以外，还是要给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和难堪。而这一切反过来又鼓舞了台独分子的气焰。第3种模式是叫做洪都拉斯模式，就是美国直接命令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国不许和中国建交。洪都拉斯是台湾当局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之一了，但是这几天洪都拉斯政局变天了，左派反对党候选人卡斯特罗在大选中获胜。他在选前就明确的表态，一旦当选就要和台湾当局断交，转而与中国大陆建交。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美国政府急了，匆忙派出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恩·尼克尔率领一个小组与洪都拉斯主要候选人会晤，实际上就是对卡斯特罗及其所在的党派施压。美国人的话说得很直接宣称不论谁当选，美国都希望洪都拉斯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，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干涉他国内政了。中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，美国势力在洪都拉斯是盘根错节，可以说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。谁要是不听话，谁在台上就不能长久。所以面对美国赤裸裸的威胁，洪都拉斯当选领导人有没有魄力顶住压力，选择和中国建交，还很难说。美国的这3种打台湾牌的模式给我们的外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，问题是如何处理第2、第3种模式。和美国长期明目张胆的奉行的干涉主义不同，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不干涉他国内政。所以当所罗门群岛发生暴乱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说派武装力量去帮助该国政府平息暴乱，我们也不能像美国那样派工作小组去洪都拉斯给各个党派做工作，这样我们在与美国以及台独势力做斗争的时候有点吃亏，有时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干坏事。当然了，不干涉并不意味着不作为。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，相信我们的外交政策也会相机而动，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。但是要想在根本上破解这一外交难局，还得从根子上下手。美国之所以打台湾牌，是因为台湾尚未统一。当台湾统一之后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，美国的这张牌也就没得打了，什么模式也都没用了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